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吗？他不会的。你看看，这是他的字吗？平津侯窥之脑，卑职假意投诚一探消息，若卑职身死，则其不可信。是。陆晋去查藏海，查到了庄如影的头上，他假装投靠庄如影，却被灭了口。而这件事是关乎于那东西的。庄如影，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？以至于宁愿杀了陆晋灭口，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。陆言，好好安葬陆晋。是。还有，把你大哥叫来。曹敬贤今日干什么来了？曹公公来找侯爷，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，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，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。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隐情，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。陆晋的死，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。小人斗胆猜测，还请侯爷勿怪。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他与侯爷无冤无仇，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？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，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？小人初到京城，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，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。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，便将小人带走。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。至于个中缘由，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。本侯与他是有些过往，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，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，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。可是侯爷，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？行了，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，你先下去吧。侯爷，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？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，若是无人护卫，只怕会有危险。曹公公真要杀你，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。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。这么说吧，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，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，他就没那么容易动你。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，侍奉侯爷，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。不必担心，就算你入朝为官，也是本侯的人。谢侯爷厚爱，任凭侯爷吩咐。来，师傅，敬您一杯。啊！平津侯要给你升官，说极品没？俸禄是多少？8字没一撇呢。而且我看他的态度，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，但我的心思在青天剑。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？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，视人命如草芥。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，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进到侯府以后，平津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，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。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。他选择你，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，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。所以我要去青天剑。楚怀明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，
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。这是我的一份心意。没有银楼的标号，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手艺不精，让肖老板见笑了。臧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，这图花雕得不错。陆晋的死，曹敬贤看出端倪了吗？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，倒也不敢做什么。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，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。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？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当然，全听香老板的。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，你有约了吗？那你陪我出去玩。在中元节？你怕鬼啊？倒也不是，只是这样，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。没事。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，银子越还越少，人情可是越还越多。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侯爷，您看，这些云聚在一起，像不像一只瑞兔？臧海啊，今日正逢中元节，有这样的天象，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？回侯爷，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，颇有几分特别。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，只和星月与时令相关，风云万变，仅凭这个，小人也不敢妄言。呆子，看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上来！坐。
得还挺精神。今晚是7月半，是你的节日。我的节日？我又没死，为什么是我的节日？穷鬼也是鬼嘛。那香老板呢？我孤魂野鬼。香老板坐拥枕楼，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，还会觉得孤单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它枕楼吗？高枕无忧。聪明。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，烦恼都留给了我。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。枕楼还是太小了，要是能有个1000座、10000座，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。香小姐说的对。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？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、香老板的叫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，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。随你便，臧公子。她美吗？美。那她美还是我美？自然是香小姐更美。那我美在哪儿？香小姐眉若细柳，眼似星河，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回答不上来了。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？咱们俩只要见面，可总没好事啊。谁说没好事啊？我觉得有趣的很，不是吗？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！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香小姐竟有10000个亲人故去了？我怎么会这样想？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膏？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？因为我有钱。看得出来很有钱了。我听说，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，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。那你也写吧。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。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。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。
你听，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此处甚是安静。安静就对了，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。你躺下，那么拘谨干嘛？这椅子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呆子，藏海，你那么会看鱼，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？你看，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，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，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哎，你看，你看那几颗星星，哪几个？那几颗，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？小嘴？不像啊。有一点点。不过你说的这4颗星呢，叫基宿，旁边是尾宿，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。我觉得不像龙尾。哎，你再看那几颗哪几个？啊？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？你笑什么？不像啊？像。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，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宿，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，是吧？那这么说来，我也会看星象，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。不过你看啊，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，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。美人虽然珠宝在身，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。泪水？那她为什么哭了？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，终其一生都不快乐。她在异乡等啊等，等了一辈子，也没人接她回家。那她远在家乡的亲人，一定很思念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她的眼泪流干了，她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，八公子的戏本，不会是你编的吧？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，也不止你一个。夏小姐，你看，那片星星像不像只小狗？这是头，这是尾巴。头、尾巴，哎，还真像哎！哎，你看，这只小狗还有颗心，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。那是因为，因为小狗也哭了，它找不到它的家人。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。你也挺会编故事的。承认。用一份真换今夜星辰，蓦然回首间，已失去众人。聚散终有时，舍不得说出离分。月光赐我这一夜温存。
是这星星多，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？我有欠你这么多吗？那今天还掉了多少了？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，喝的是我的酒，不应该是再欠一分吗？有道理。鸡心好风，必心好雨。月之从星，天降甘霖呐！中州久旱之地，终于要降雨了，大吉呀！月离雨毕，彼滂沱矣。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？回大人，公布的水文汇报，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，3年没有降雨，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。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，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，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。大人，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，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。除了中州的旱情，天上地下一片安宁。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，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！青天见报喜，必有后赏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！中州旱了那么久，终于要下雨了。我家就在那边，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呀！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中州人，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中州旱得厉害，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一圈亮亮的影子，邪乎的很呢。是啊，终于有雨了。是。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钦天监发榜一事？本侯听说了，钦天监报，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，解久旱之苦。看来昨日的祥云确是吉兆。藏海，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。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，但小人心中有疑虑，想禀报侯爷。说。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。中州虽然会下雨，但并非急雨，而是凶雨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小人昨夜观星，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，但是这雨来得难，去得也难。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，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，日环主涝，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，最终成汛冲毁堤坝，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。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，白云彩霞，聚散离合，都只是巧合而已，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。此话当真？小人愿以性命担保。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，疏散民众，夯实堤坝，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。
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？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，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。侯爷，这皇上此刻正高兴着，这个眉头本侯不想触。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，万一你算错了，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？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，也和本侯无关。那中州的百姓，那也是他们的命。此事不许再提，下去吧。是。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，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。若事情真如你所料，一旦防汛不利，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，他是要去争一争的。他要去争权，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。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，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、流离失所啊？就算有大涝，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？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，您猜，维护堤坝的人是谁？庄知府。正是。以此人的贪性，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。中州本就少雨，偷工减料远也看不出来，但如今久旱未雨，夯土早已风化流失，遇水则溃了。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！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，取而代之吗？这一次，是他自掘坟墓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，让他阻止灾涝，救下中州百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我父亲曾经说过，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的旨意，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。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，避免灾祸的发生。好托儿啊！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，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，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，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中州久旱将雨，此乃大吉之兆啊！太好了，终于要下雨了，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！那可不一定。谁啊？谁？哪来的野小子？你敢质疑钦天监？我告诉你啊，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，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，肯定错不了。是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天象论断，需观其变化，察其原委。楚怀明急于邀功，并未探查分明，便妄下定论。这一回，他犯了一个大错。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吉雨，而是杀人的凶雨。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？是啊，这雨能杀人，太吓人了！你给我站着！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亲眼所见。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，那是老天爷显灵，肯定是吉雨。是啊，那天象的确难得，但是楚怀明看错了。中州，怕是要有祸事发生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日观天文，白虹贯日；夜观星象，月离于弊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，而是大凶之象啊！大凶！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。
这个，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，是什么白红什么的月的。你是中州来的吧？啊，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？有，那就是日环如轮，是雨兆。真有啊！但如今夏秋之交，7月流火，西方白虎7宿露头，这其中的必宿，便是雨师。乡亲们，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！哎，公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？昔日，司马入寇西蜀，孔明大破魏兵，二人皆关心而言，见毕星于太阴，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有点道理啊。这中州啊，久不逢雨，水土不适，一旦这雨下个不停，那肯定会发大水呀！一旦冲毁堤坝，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，良田一去不复返呀！这楚怀明能坐上青天剑监正的位置，靠的全是趋炎附势，根本没有真本事。你们若是不相信，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，1传10，10传100，且等几日，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，还是我说的对。到底是谁说的对啊？谁也不认识。老伯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中州岂不是没救了？老伯，快请起。老伯，你相信我，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，让他们早做准备。好，快去。哎，公子，不是高人，你是谁呀？我是平津侯府第1幕僚，藏海。哦，我知道他呀，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！我也听说过，在那之后，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。平津侯的相信的人，想必是有大才呀！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！传出去！都传出去！藏海真的大放厥词，说本官断行有误。是胡扯！他藏海算个什么东西？懂什么星象？他还说什么了？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，月离于壁，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，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。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？此事侯爷知道吗？现下只怕是知道了。哼。银烛之光，本侯可以让它发亮，也可以让它粉身碎骨。本侯让你闭嘴，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，说看到大凶天象，现在传得满城风雨。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？侯爷，小人绝对不敢，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。侯爷，藏海啊，也是想为您效劳，但是一时心急，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。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，就是看了几本书，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。藏海，
侯爷这么信任你，你做事却如此鲁莽，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？侯爷，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，正是为侯爷着想啊。你倒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？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，的确考虑不周。侯爷身居高位，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，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。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，此事他算错了，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。而小人是侯爷的人，小人立了功，便是侯爷之功。但你要是错了，就是本侯错了。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，我该怎么立功，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。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，侯爷，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。请侯爷容我说完。说，但说之前想清楚了，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。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，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，不仅是大训之兆，还如将心陨落。专诸之次王僚也，会心喜悦；聂政之次韩归也，白虹贯日。这些天象，都主王侯将相殒命。楚怀明，有这事吗？这那你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？小人不知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敢说？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。小人想为侯爷挡灾。你要替本侯挡灾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本侯要陨落了？天机难以窥探，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。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，事前也会有端倪。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，危急来时也可化解。来人，在。若中州无事发生，本侯也只能拿你去问罪。自求多福，关起来。是。还请侯爷给小人7日时间，若7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，还请侯爷耐心等待。引战！立起！应战哪儿？
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翻云是我，覆雨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盛夏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